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回到婷婷的植物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急救一下我的一些植物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有一些植物。作为一个绿植人呢，你每天去观察你家的植物，然后就会发现不同的问题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解决一些日常养护中会出现的一些紧急问题。我们有3个待处理的植物，一个是我手上这盆白锦龟背竹，需要去做一个动作是去换盆。你看这2棵白锦龟背竹其实是同一个母株来的，这个是它的底座，然后这颗底座的顶芽。按理说顶芽是会比底座好出新叶，然后并且应该基因也会相对更稳定一些。但是我这颗顶芽可能是因为我种在水苔里的原因，我2个介质是不一样的。这颗底座我是之前就换盆了，然后种在兰花盆里，然后是透明的，根系也能看见，然后主要是种在大颗粒里。然后这一颗我就偷懒了，种在水苔里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根系也是非常的健康，都是大白根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一直不给我长新叶，所以呢，我就想把它也换成这颗大颗粒。因为按理说的话，顶芽是会比底座更好发新叶的。网上也有说法会推荐新手，如果你要入第1颗白龟的话，推荐你入顶芽，然后不要入底座。当然你有钱去买一个成株肯定是更好的，如果你要买切断的话，就是他推荐新手要先买顶芽，优于这个。然后我家就是这个状况正好反过来，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给它做一个处理，就是把介质换成更好发根、更好长新叶的介质。在我家的环境下印证出这个底座长得居然比顶芽好，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处理，就是把这个水苔换掉，换成这个介质。然后第2颗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颗兔耳，你看它有点头重脚轻了，非常严重。然后它的盆我是自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动过，然后它下面的叶子枯掉了。我虽然给它加了一个支撑棒，但是这个支撑棒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这个重量了。这个盆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这都破了。我准备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然后给它上一个更强壮的支撑。完全快要坚持不住了它。然后这里有一颗绿鹅，也是从回国的朋友那里买回来之后，就一直在这个塑料盆里，然后也是有2颗在里面，所以我今天是想要打开来看看它的根系，然后决定要不要把它们俩分别种在2盆里面。因为我看这个根系摸起来，我感觉这个根系应该是满满的了，然后底下也能看到根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从这颗白锦龟背竹开始。我们先要做的呢，首先是要把它从水苔里拖出来。脱水苔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。这颗水苔压得挺实，脱出来了。我们要给它从水苔里拖出来，是不太容易的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脱水苔的方法，记得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也向大家学习。尽量不想伤它的根。我不行了，我觉得我得去水槽冲一冲水，这样子太难拆了。待会儿回来。嗨，我回来了。我感觉这个太难了，我再也不种东西进水苔了。拆水苔简直是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。这个我下楼用用水龙头冲了好久才冲成这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太难了，我下次知道了。水苔要么就永久的生活在水苔里，
拆水苔真的是一件反人类的事情。但我觉得拆成这样差不多了，它的根系其实你可以肉眼可见的非常的强壮。还可以再拆一拆。拆的时候也是有损失了一些根系吧，但在损失根系之后，你能看到还是这么多，这根系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。所以按理说植物的根系和叶片应该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成正比的。你这个植物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好，我们这有点太湿了，我们先让它放在旁边稍微晾一晾吧。因为它毕竟要转土培嘛，先让它待在它接下来要去住进去的盆里稍微待一会儿。好，我们先处理下一个。这个稍微把根稍微晾一晾，然后再放土。就先来处理这个兔耳吧，我们先给它拆出来，看看它的根系。看它的根其实很好，然后植物的最好是根据它的根系来，而不是根据它的叶片来。你想，它叶片这么大啊，我要不给它换一个这种大盆怎么样？应该是不行的。我们需要根据它的根系，然后给它换一个稍微大1号的盆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这儿的话，这个兔耳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根系其实是挺多的。我想给它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，然后，主要是我想要塞进这个棕榈棒，因为它需要一点点支撑了，不然它这个重量的话，这个小花盆是带不动的。Oh no！ 翻车现场，哎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试把这个。其实这个也不是最优选，最好是我们能自制一个水苔柱给它，但我的工具还没到，所以只能下期节目再给大家展示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先点订阅，这样下期节目你就不会错过啦。然后我们就先要把它，对，这样正好可以卡住。然后原来的这个支撑棒就可以不需要了。拆掉，太重了，哇，我感觉它要折，太难了，感觉要翻车。先铺一层土，这土是我之前配好的。也是比较透气的那种配方，然后把这个棒插进去。我感觉这一根还不够，还好这个棒是可以，就是可以增长的。我们来把这些细生根也尽量的埋进去。我找到了，我先给它保持住，求求你，我去找一个扎带，先救个命。用这种魔术贴给它固定在这个棕棒上面去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剪刀非常的不好用。它明显是不够长的，还好我还有。
来再拆一个。应该是这样拼接就能变长啦。再用这个扎带来固定。太长了，来绕个2圈吧，感觉太重了。觉得还可以再固定一个。这个青山盆还不够深，你看这个宗柱会露出来。再固定一个。好，完工，给它装上了这个宗柱之后，它就有了支撑，它就可以继续保持向上长。之后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棵，因为它下面叶子都掉光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给它继续扦插繁殖，然后让底部再萌生新的芽点出来，因为不然这个整个植株就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，就会有点头重脚轻。我尽量给它靠墙放吧，因为它那个宗棒比这个盆比较轻，然后宗棒比较重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摔倒的危险。我尽量给它靠墙放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处理这一颗绿鹅，还是一样，先脱盆。哇，绿鹅这个根，你看全是大白根。我感觉它们都缠绕在一起。我今天本来是想把它们分开来的，我感觉稍微扒一扒，如果分不开，我就还是给它种在一起吧，让它们兄妹俩还是住在一起吧。看这个盆，这样的盆我就会想把它换到稍微大1号。可以看，正好放进去，稍微大1号的盆里。再次强调，植物的换盆不是根据叶子的大小来的，是根据根系的大小来的。根系是这么大的话，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，它又可以继续往外延展。如果是突然换一个更大尺寸的盆的话，它会容易造成僵苗，这样就不利于植物的生长。而且还要再强调的一点是，这个绿天鹅属于海芋类嘛，海芋类的话就是比较推荐用小一点的盆。也是一样，把植物居中放，然后再用土来填满。这一盆也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白龟。这颗白龟，我们想办法给它种回这个盆里去。像这种白龟的大白根，它肯定是需要用大颗粒的。这里我又要啰嗦一句啦，植物的根系选的配土呢是有讲究的。像这种根系比较粗壮的大白根就可以用大颗粒，像秋海棠那种全都是毛细根的话，那你用大颗粒它其实就抓不住那个土，所以它就需要用小颗粒，甚至不需要太多的颗粒的加入。然后白龟的话，网上的大神推荐的配土就是全用大颗粒，他推荐的是全部用椰壳和
加一点点珍珠岩就行了。我这一盆就是按照那个配方配的，所以我现在就主要是用兰花土的那个 potting mix 加一点点珍珠岩，希望它能好好给我长，不要出什么幺蛾子。因为我去拿一下土。好了，到了最紧张的环节，我要给这棵白葵换土了，希望它能给我好好长。然后我现在就来现场配一个土。大颗粒的话，我就是用这个兰花的 potting mix， 因为它基本上的组成成分就是树皮呀、椰壳啊这些大颗粒。这里的操作不要学我，但特别是撒珍珠岩的时候，需要大家佩戴口罩。我比较懒，就懒得去拿了。然后给它混一混。尽量把珍珠岩往下混一混，因为珍珠岩本来比较轻嘛，然后如果浇水的话，它就很容易给它冲到最底上来。这个根系比较硬难熬，因为它只能放到边边了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里的根是木质化了，然后你硬熬的话，我怕给它熬断了，只能给它这样放好。啊，这样已经算比较居中的方法了。觉得还不够一点，再加一点颗粒。再撒一把。好，这样这颗白龟就换好盆了。然后为什么我用透明盆呢？是因为这样子能方便看清根系的生长情况。如果它长新根了，然后又再次布满这个盆了，你就会很放心。如果有烂根什么的，你也可以及时的发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。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对白龟做了一个处理，就是给它换了一个大颗粒的土，希望它能好好长，不要再给我半年都一动不动了。然后把兔耳装上了棕榈棒，这样它有了更好的支撑，它应该也会更健康的成长。唯一的可能是我得给它找一个比较重一点的套盆，然后给它套上，这样就不会有摔倒的风险了。然后我们还处理了这颗绿鹅，让它换了一个更大的盆，让它的根系可以更好的生长。好，那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期节目。如果能给我点一个赞的话，那会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植物频道的内容，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下期的节目啦。好了，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